就在1月28号，根据意大利国内媒体的报道，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同意共同向乌克兰提供 SAMP-T 防空系统，以及约700枚配套使用的阿斯特30防空导弹。本次援助总价值超过了8.7亿美元。今天大兵就为各位详细讲解一下该系统，看看它的性能到底有多强悍。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SAMP-T 是一款由 Eurosam 公司发展而来的地对空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目前是法国、意大利陆基防空导弹系统的主力，主要用于中程和远程防空作战以及自身防御作战，例如对重点区域的战略防护、对陆军部队的警戒和保护、地区保护等等。该系统不仅能够独立参与作战，还能与其他舰载武器系统进行联合作战。现今拥有中程地对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术导弹末端拦截系统2种型号。其实该系统的研发能追溯到上世纪英阿马岛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英国舰队缺少有效应对阿军超低空来袭的飞机和导弹的防空武器，导致英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结束后英国的惨痛教训让一旁吃瓜的法国认识到了，随着未来反舰导弹技术的发展，现今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和对抗多目标以及抗电子干扰能力已经无法满足新世纪海军防空的需求了，必须尽快开发新的舰空导弹系统。不过，为了降低新武器的开发成本，法国随即决定与意大利联合开发。当时为了便于适用于两国所需的改装，新的防空系统采用了模块化结构设计，可以根据威胁的发展进行相应改进，主要包括4种不同的系列，也就是针对两国分别开发的舰空导弹和主动防空导弹系统，后者又包括了舰载面空导弹系统和陆基中程面空导弹系统，都是配备了阿斯特防空导弹，共同称为未来面对空导弹武器家族。而 FSAF 家族还在强调模块化设计的同时，非常看重不同军种的通用化，4种系列基本都采用了相同的设备，能满足不同军种和不同作战任务的需求。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些防空系统更详细的数据，也可以去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的官方网站来查询。而这时你可能就需要 Surfshark VPN 了。它能让你轻松地切换国家和地区，详细了解各国军火公司关于原武武器的详细技术性能。就算是某些特定网站存在区域版权限制，只要你使用了 Surfshark， 就能借助它随意地切换100个国家的3200台服务器，进而避免这些限制。而且速度很快，连接非常稳定，能让你第一时间获得俄乌战争的最新情况。即刻起，你只需要输入本频道的专属优惠代码“名将榜”的全拼，并选择默认的2年套餐，就能获得1.7折的优惠，并另外赠送3个月免费使用时间。算下来每个月只需要1杯咖啡的钱。同时，大家使用期间不喜欢的话 ，Surfshark 还保证30天内无条件退款。如果你有需求，请点击影片描述区和置顶留言的链接。到了1994年。FSAF 家族的首个系统法国型 SAAMF 开始样机实验，1年多后进行了定型实验，并在1997年进行了海上综合实验。同年4月，一枚阿斯特15成功拦截了一枚模拟掠海反舰导弹的 C-22 靶机，5月又成功拦截了一枚 MM-38 飞鱼导弹。整个系统最终在1998年开始服役。与此同时，为了取代老旧的美制英式导弹和响尾蛇防空系统，同时满足现代陆基区域防御的需求，法国和意大利开始联合开发 SAMP-T。中间经过了近20年的研发，终于在2008年5月进行了作战测试。10年10月成功拦截了一个模拟弹道导弹目标。次年11月，在法空军第2次拦截实验成功后， SAMP-T 正式进入法国和意大利军队服役。系统构成方面的中程地对空版本的 SAMP-T 是由一辆具有指挥和控制中心、火控单元、Arrival 被动式相位阵列雷达的地面机动载具，以及最多6辆带有8具导弹发射汽车和供载装弹、具有液压吊臂的导弹运输车组成。弹药为阿斯特30远程防空导弹，其中 Arrival 相位阵列雷达为宽频带 X 波段行波管雷达。拥有目标探测、多目标追踪和导弹以及卫星上行链路连接功能。
其雷达天线是旋转式的相位阵雷达天线，旋转速度可以达60转每分钟，拥有正负45度俯仰角和方位角的大幅度扫描角度。此外呢，就是频率节变发射机和高级多普勒脉冲压缩单脉冲接收机。另外呢，雷达还配置有机内测试设备、敌我识别能力以及高级电子抗干扰能力。在进行多目标追踪任务时，该雷达的追踪目标数量能超过100个。而在进行多目标打击任务时，其打击总数能达到10个以上，并且雷达反应时间极为短暂，从探测到目标发射首枚导弹结束，其反应时间只需短短几秒钟，10秒内就能发射8枚导弹，单次最多能连续发射48枚。就绪状态中的阿斯特30防空导弹能同时发射16枚导弹，以防御饱和攻击。而 SAMP-T 发射车最重要的就是 MLT 陆基导弹垂直发射模块，该模块能够安装在导弹发射卡车上，可以获得不错的机动能力。每个发射模块都能装填8枚阿斯特30，并且能够随时进入待发射状态。此外呢，该模块还能以水平位置运输阿斯特导弹。定位功能主要由一部惯性参照单元和一部全球定位系统来完成，并且发射平台还能通过操作发射滑轨滑道，将其置于垂直发射位置上，其滑道高度能自动进行测量。不仅如此， MLT 还能监视发射装置以及每个导弹的状态，进一步控制作战状态和飞行操作条件。系统中的数据链与作战模块相连，能随时控制导弹的准备状态和发射顺序。重要的是 ，MLT 支持大数量的就绪导弹发射，根据布局设计，最多能发射48枚导弹。在作战期间，可以在短短1秒时间内呢，连续发射2枚阿斯特30。另外呢 ，MLT 还有着快速重新装填能力，能够支持速度很高的导弹发射率。全部发射操作除了初始化部署外呢，都能通过作战模块进行远程操控。全套的 SAMP-T 可以由北约战术运输机运输，例如空客 A400M 和洛马 C130，而且能够与所有采取北约标准设计的 C2、C31指挥与控制系统进行联合运用，只需要14个人就能部署和操作一套系统，拥有非常短的部署和撤退周期。此外呢，就是陆基战术弹道导弹的 SAMP-T AD。AD 型呢，在与作战管理系统进行集成后，能够提供战术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该系统核心的阿斯特防空导弹。阿斯特导弹又称子碗导弹，是法国导弹制造商欧洲地对空导弹所开发制造的一个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系列，拥有阿斯特15和阿斯特30两种版本，经常作为陆基或舰载的防空武器。其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的弓箭手阿斯特里翁。其15型近程防空导弹，30型则是远程防空导弹。不过呢，15和30全部采用了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两种导弹的基本设计相同，总体设计与标准系列防空导弹类似，都是应用了惯性导航、指令修正与雷达主动寻标地的复合制导模式。该雷达寻标器采用了脉冲多普勒技术，这波段操作导引系统的运算模式为最佳弹道加中途修正的比例导引法，将导弹一路导引至目标。此方式的弹道变化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导弹能量，以增加有效射程和实际不可逃逸范围。至于两种导弹的主要区别呢，在于30的火箭助推器较大，推力脉冲时间较长，拥有更远的射程。另外15型主要是用于海基环境，承担舰上防御和护卫舰之保护任务，而30呢不仅能海基承担区域防空任务，还能用于陆基导弹防空系统中。具体数据方面，阿斯特30作为 SAMP-T 的核心导弹，采用常规布局的巨能杀伤高爆破片战斗部，配以无线电近炸引信，弹体全长 4.9 米，弹重450公斤，极限飞行速度可以达 4.5 马赫。打击范围方面呢，30最小射程约3公里，面对高度3000米以上的飞机，有效最大射程为100公里。对低于3000米以下飞机的最大射程为50公里，对高速突穿的战机有效射程为35到45公里，对掠海反舰导弹的有效射程为15到30公里。
后来，欧洲防空导弹公司对该导弹进行了升级，升级后的 Block 1型安装有改进型导引头、引信、信号处理系统以及定向爆破战斗部，主要防御陆基短程弹道导弹，能拦截射程在60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并能在弹道导弹末端予以拦截。而升级后的2型被称为 Block 2，能拦截射程在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极限有效射程超过了150公里。也就是说 ，Block 1型能拦截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另外呢，在拦截精度方面，阿斯特拥有异于现役传统舰载防空导弹的动力设计，拦截精度更佳。现役舰载防空导弹呢，大多数采用尾翼控制航向，虽然简单，但是从翼面转动、制造偏折气流，并产生对应的反作用力，需要一小段时间。这对于拦截次音速目标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目标是一枚2到3马赫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将在电光火石间与之交汇，就算防空导弹翼面转动到产生转向力量之间只差1%秒，便足以造成数米乃至10米的误差，很容易超出防空导弹近发弹头的杀伤半径。再加上有的专用于对付航母的重型反舰导弹还有装甲保护，一枚引爆距离过远的防空导弹恐怕无法有效破坏或者瘫痪这类目标。虽然尾翼反应速度可以利用让导弹助推器的高速喷射流通过尾翼来达成，但现役许多防空导弹为了尽早拦截目标，便使用加速快但是燃烧时间短的固态火箭，通常在发射前几秒便将燃料用完了。如此，在最关键的弹道终端，只靠导弹本身的惯性飞行，没有喷射流来增加导弹尾翼的反应速度，很难应付目标的突然机动。因此，阿斯特之所以冠绝全球，除了传统的尾翼制动之外呢，还使用直接推力控制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最关键的拦截阶段中，以侧向推进器直接产生反作用力，推动弹体撞向目标，而不是依赖弹力控制。侧向引擎位于弹体重心处，该推进器共有4个侧向喷嘴，每个喷嘴间隔1/4圆周，各喷嘴间的不同的推力矢量组合能产生不同的侧推力道。当阿斯特导弹接近目标时，就会启动位于弹体重心处的小型引擎，但是不是朝着后方喷射加速，而是从弹体的侧向喷嘴喷出，直接将导弹推向预定撞击目标的拦截点。拜 PIF 所赐，在命中前一刻，就算目标以15G 的加速度猛烈闪避，也很难逃脱阿斯特的追捕。总结来说呢，未来随着 SAMP-T 防空系统的到来，将进一步强化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使境内城市和重要设施免受俄军导弹的袭击，并填补了乌防空部队无法拦截伊斯坎德尔导弹的空白。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出。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